欧盟啊，当真就是有点的吉娃娃属性啊，嘴巴不大，动静不小，劝他那是一句不听，给他两下立竿见影。7月23号深夜啊，布鲁塞尔的办公大楼应该是灯火通明的。欧盟的老爷们加班加点整了个大活，正式抛出了第21轮对俄制裁的方案。这次他们憋了个大活啊，一口气把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拉进了制裁清单，扣的帽子大家都很熟悉啊，无非是所谓协助俄规避制裁，供应了两用物项。上周呢，英国对建业钢铁出手，本周呢，欧盟和法国对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也接连出台法案，那真的是听取沸声一片啊！这个时候咱就得亮出食物主权的真家伙了，既然敬酒不吃，那就罚酒伺候，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在次日上午，我商务部官网轻描淡写的发了个公告，依据我们的出口管制法，把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拉进了管控名单，全面禁止向他们出口中国原产的两用物项。正在开展的业务立刻停止，想要货逐案来北京申请。14家对14家，数字严丝合缝，隔夜直接落地，没有情绪，全都是规矩。现在就是到了啊，到底是谁家在立规矩的时刻了？没有匹夫之怒，也没有漫天撒网的乱拳，赏给他们的应该叫供应链的葵花点穴手，哪里需要点哪里啊，点哪里断哪里。我们这份连夜送达的清单，就是用最通俗的物理常识告诉布鲁塞尔，你撒娇耍混的啊，给我耍这个制裁的花拳绣腿，我就给你看看挑断手脚筋的反制是怎么个规格。欧洲现在啊，唯一还能开动的产能就是军工的扩产潮。俄乌冲突绵延至今，美国又动辄要求武器断供啊，还要求呢欧洲增加军费。前几天欧洲10国拉上乌克兰，搞了个北约外的反导联盟，就是想着啊，那反正也是加军费了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加了的军费买自己产的武器，这不就把制造业拉动起来了吗？于是呢，最近呢就到处撒钱开订单，再加上德国之前掏出了1000亿欧元的搞国防的特别基金，波兰更是把国防开支硬生生的拉到了 GDP 的 4%， 整个北约东翼现在就跟疯了一样买坦克换炮弹。欧洲陆战装备的龙头莱茵金属，那订单积压的简直是一路狂飙，到2026年1季度已经干到了730亿欧元的天量，同比暴涨 31%。 管理层拍着胸脯说，未来要摸到1200亿欧元。但现在莱茵金属上了我们的清单，那这个风光的订单的薄背后原来是一个趴在我们的供应链上端碗吃饭放下碗耍剑的小可爱。那我不得好好让你知道自己到底是吃的谁家的用的谁家的。过去30年欧洲玩去工业化玩的简直嗨起整个军工的上游产能给削的七零八落。炮弹最核心的原材料硝化棉被欧洲为了高大上的环保政策连年关停本土产能，现在自给率 30% 都不到，超过 70% 的棉短绒原料得靠中国进口，有些高端品类甚至对我们的依赖度超过了 90%。 莱茵金属的 CEO 之前自己都承认，为了防止断供，他们硬是囤了3年的库存，但每个月呢还是得眼巴巴的等着补货。这就好比一家人为了请客去超市抢了3袋米，看着好像挺多的，但你架不住天天要开流水席旧粮吃完，新粮这个阀门到底在谁手里呢？嘿，巧了，在我们手里攥着呢。而化工呢还只是最基础的，消化棉嘛，使劲还是有可能解决的，而战略小金属和稀土那就彻底无解了。大家要知道，现在全球 98% 的镓产能， 82% 的钨产能， 90% 以上的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全都在中国手里。现代战争打的是什么？坦克电机里的女铁棚永磁体穿甲弹弹芯里的钨合金，军用雷达里的氮化镓芯片，夜视仪里的红外晶体你把欧洲最先进的装备拆开，最深处嵌着的那些核心元器件几乎全依靠中国稳定供应的高纯度的基础材料。欧盟的官员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炮制制裁清单的时候，可能真有点当年的列强之魂附体的新快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供应链软肋一直都在我们的狙击镜里。给他说他不信，那就要精准快速的打击，这样比较人道细看这14家被我们管制的欧洲实体，覆盖了德法意和波捷保利8个国家。从整机巨头到科研院所，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绝对是一条龙打靶的标杆在终端龙头上，莱茵金属赫然在列，这家手握滑膛炮和主战坦克的欧洲陆战一哥正等着产能爬坡呢。刚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按住了
总闸门。你想把炮弹产能提上去，没有我们的消化棉你怎么造？你想升级火控雷达，没有我们的稀土和钨你怎么弄？我们不是不让你立刻破产啊，毕竟你是有库存的，我们打的就是你扩产的节奏。跟莱茵金属一起挨锤的还有捷克泰托拉这种北约军卡底盘的扛把子，荷兰的 IHC 这种特种船舶的主力，以及保加利亚的光电巨头。这等于是一把掐住了欧洲陆战、海战和单兵装备的4大产能的油门。想扩军，先问问供应链答不答应？你制裁我14家实体的理由是什么来着？哦，协助大毛规避制裁是吗？那现在呢？耿代表的肺腑之言犹在耳畔。我们要是想援助欧洲，早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如果说打终端是断手断脚，那对上游元器件的卡位那就是直接震断经脉。法国的35实验室和 Impact 公司这是欧洲化合物半导体的顶梁柱搞军用毫米波雷达和导弹制导芯片的，全靠磷化铟和氮化镓。现在高纯铟和镓的阀门被我们这么一拧紧，欧洲的防务芯片研发成本直接螺旋升天。波兰的红外探测器立陶宛的飞秒激光器，德国的真空靶材，这些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全都被精准点名。尤其是立陶宛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国家，自己国家的宣传口号就是欧洲绩点，天天在对华议题上跳得比谁都高现在自家高科技的标杆被定向爆破了，就问欧洲你爽不爽吧？怎么不算是求锤得锤的福报呢？而且这次连法国的军用无人机新锐和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这种科研源头也都没放过。无人机是当前战场最大的增量赛道，飞控光电电机全靠中国供应链，我们在这轻轻绊你一跤，你的起跑线呢就得往后退10年。掐断科研耗材更是从技术转化阶段直接就给你断了粮。这套名单在国别选择上也讲究到了极点，德法意和这4个欧盟核心区占了9家，为什么？因为制裁就是在布鲁塞尔拍板的呀，你得让最核心的决策圈真真切切的有切肤之透，这帮政客他才会去算账。而波兰、捷克、立陶宛、保加利亚这4个跳得最欢的刺儿头，过去总喜欢拿着安全议题绑架欧盟反正出了大事儿大家一起均摊。这次好了，账单直接寄到你家门口，本土核心实体挨揍，针灸嘛，主打的就是一个直达病灶，精准刺激现在再看这几个小卡拉米终于体会到了喊口号但是我们得按秒计费的这个乐趣。我们这次的反制不以攻击为目标，而是以精准对等的反制确立未来中欧经贸关系的规矩，斗而不破，你做初1我才做的15。我们不用制裁这种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我们也不抖这个威风，我们叫做出口管制，完全依据国内法，管的是既能民用又能军用的两用物项，这个就叫做法理先行，师出有名。欧盟说我们的企业违反向某些国家卖两物项那我们就用同样的规矩管控对你的出口，大家都在规则框架内里打牌完美契合西方最爱标榜的程序正义。说白了，确实到了上家法的时刻了，问题就是谁给谁上，用的谁家的家法。整个声明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句特殊情况确需出口的可以申请。站好了说人话，咱们可以办事儿，揽开膀子跟我胡搅蛮缠，我也略懂拳脚。如果你愿意做合规承诺，如果欧盟把姿态放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个案审批慢慢放行，既把惩戒的威慑力拉满，又给了未来的利益交换留足了战略纵深。有人说欧洲不能找平替吗？当然可以了，但我们要的就是你去找平替重建供应链意味着成本暴涨，周期拉长，当莱茵金属的交付周期无限延宕，当欧洲从战略安全到防务自主的性价比同时被击穿的时候，工业界的资本家自然会去教布鲁塞尔的政客如何做人。从之前的7家到现在的14家，这种对等升级、隔夜落地的响应速度，本质就是我们在对外宣告到了我们在主导建立新的全球游戏规则的时刻了。搞单边制裁不用付出代价的时代结束了，你敢列名单，我就敢断供这种确定性的惩戒机制，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把偶发的事件摩擦固化成长期的制度性防线。在供应链深度绑定的今天，每一次妄图脱钩断链的轻率决定，最终都会化作反噬自身霸权体系的催化剂。欧洲要是还想推进他们的防务自主，就必须正视谁才是真正掌握底层物质基础的公共品提供者。毕竟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套新秩序的更迭可能需要时间，但在这场巨大的阳谋里，属于我们主导的未来已经愈发的清晰可见了。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